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跑男团都在磕白鹿曾舜晞，综艺的甜蜜陷阱正在吞噬真实感。在最新的《奔跑吧》节目里，一段白鹿被曾舜晞公主抱后紧搂其腰的镜头被反复剪辑，配合跑男团成员起哄的在一起呐喊，弹幕瞬间被白鹿曾舜晞锁死刷屏。这不是偶然的节目效果，从上周的抱脚放腹肌到这周的腰肢紧贴，这对最近因合作剧集热度攀升的演员，在综艺镜头下正经历着一场精心设计的 CP 孵化。打开社交平台，跑男团集体磕 CP 的话题阅读量已破3亿。点开相关视频，会发现这些被反复传播的糖点，往往带着清晰的设计感。白鹿被曾舜晞抱起时微微扬起的嘴角，被慢镜头捕捉得恰到好处。跑男团成员起哄时的站位，恰好能把两人的肢体接触框进镜头最中心。后期字幕更是直接打出心跳120次每分的特效，将暧昧氛围推到极致。这种定制式磕糖正在成为综艺的流量密码。某综艺导演曾在采访中透露，现在招商会上，品牌方最看重的不是内容创意，而是能产出多少个 CP 话题。于是我们看到，原本应该以任务挑战、团队协作为核心的综艺，逐渐演变成 CP 发糖现场嘉宾被要求制造肢体接触，剪辑师刻意放大眼神拉丝，后期甚至会为原本普通的对话配上恋爱音效。对于 CP 粉来说，这样的官方发糖无疑是节日般的狂欢。在超话里，终于等到官方认证的评论刷了满屏，甚至有粉丝整理出白鹿曾舜晞综艺糖点合集，从肢体接触到眼神交流，精确到秒数标注。这种参与感让粉丝产生造糖的成就感，仿佛自己也成了节目制作的隐形编剧。但更多观众的感受却逐渐从课堂快乐转向审美疲劳。有网友留言，以前看跑男是看游戏有多搞笑，现在看跑男是数有多少个 CP 镜头。当原本应该充满烟火气的综艺，变成了一场精心编排的恋爱小剧场，观众难免会产生被冒犯的感觉。我们想看的是真实的互动，不是按剧本走的假甜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过度营销正在透支嘉宾的个人形象。某综艺博主做过统计，近3个月内，白鹿和曾舜晞的名字在综艺里被绑定提及的次数，比他们各自的作品宣传次数还多。当观众提到这2位演员时，首先想到的不再是他们的演技或作品，而是跑男里抱腰的那个。这种标签化的传播，对艺人的长期发展未必是好事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综艺为什么要热衷磕 CP？ 答案很现实，数据。某平台数据显示，带 CP tag 的综艺片段播放量平均比普通片段高47%，弹幕互动量更是高出3倍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磕 CP 成了最有效的流量杠杆，能快速撬动话题，吸引赞助，提升热度。但综艺的本质不该是制造虚假的幻觉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官方认证的 CP， 而是真实的人间烟火。就像早期的《奔跑吧》，邓超和陈赫的天霸动霸 TUA， 李晨和郑恺的兄弟互坑，都是自然发生的互动，反而能让观众记住10年之久。那些被反复回看的经典综艺片段，从来不是靠发糖维持的，而是靠真实的情感共鸣。当磕 CP 从观众的自发行为变成节目的定制任务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综艺的信任，更是对真实互动的期待。或许节目组该明白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或许分不清什么是剧本，什么是真实，但他们一定能感受到镜头里的温度是真是假。毕竟，最好的糖从来都不是剪出来的，而是人与人之间自然流淌的情感。2.
看曾舜晞这劲儿，富二代身份惹争议，演戏拼命是靠爹还是靠自己？今年夏天，曾舜晞主演的仙侠剧《临江仙》特别火，他演的角色顶着一头银发，仙气十足，很多人夸他演得好。弹幕中有人提问：这位大少爷又来依靠家里的关系刷存在感了吗？这位身世显赫、家庭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年轻人，当年拒绝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，偏要选择住在地下室，并经历艰辛去打拼娱乐圈。他如此努力，难道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依赖家里的关系，而是真心在为演艺事业付出吗？实际上，曾舜晞的起点相对较低，即便他是在1996年出生于深圳一个富裕家庭，他的父亲是商界的知名人物，而母亲则管理着多家公司，传闻他们家的别墅价值超过10亿。然而在2014年，17岁的他假装自己生病，以此欺骗父母，放弃了北电编导专业的学习机会，执意要闯入娱乐圈。妈妈希望他能出国留学，但他坚持要自己赚钱独立生活，于是背上行囊，前往北京追寻梦想。如今，曾舜晞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今年《临江仙》的评分达到了8.5分，他对角色的演绎让人感到既喜爱又反感。为了向观众履行承诺，他特意驱车3小时前往拍摄现场，与白鹿共同再现剧中的精彩场景。在拍摄莲花楼的雨戏时，他曾亲自出镜拍了10几条。我可能遇到了救星中他饰演的霸道总裁的台词也广泛传播，这显示了他的进步。能够走到现在，实际上是因为曾舜晞非常厌恶依靠家庭关系这样的标签。他后来坦言，我想走自己的路。在2014年与公司签约后，他遭遇了许多委屈。在综艺节目中，老板强迫他吃不喜欢的西瓜，还威胁道：不吃就给我滚蛋。2019年，由于7年的收入只分到300万，扣税后几乎等于白忙一场。他向公司申请解约，却反而被要求赔偿400万的违约金，对方还散布谣言称他破坏了老板的家庭。2021年最终赢得官司时，曾舜晞在微博上仅仅写下了感恩这2个字，却隐藏着他决绝的毅力。回顾他的经历确实有些艰难。2014年，他作为组合成员首次出道时，因演技不够成熟而遭到评委批评，认为他的表情过于夸张。他凭借着拼搏的精神不断提升自己，在拍摄《倚天屠龙记》之前，他花了4个月时间深入研究原著，在演出《终极笔记》时，则仔细分析原著小说中的细节。这部剧最终获得了8.2分的高评价。现在家人们已经从反对变成了支持，甚至连父母也曾陪他在横店过年。许多观众感叹道：原来有些东西是用金钱无法获得的。在大家普遍认为内娱中拥有资源的艺人更容易找到捷径时，曾舜晞这10年来的坚持显得尤为珍贵。他的经历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：家庭背景不应掩盖努力的意义。